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在这炎热的睡饱了觉的周日，姐妹们有没有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枯燥呢？这不，一太带着邓伦来拯救你的周末无聊了。先带大家来看个对比图，戏里邓伦，这世上岂有我旭凤惧怕之物？真实邓伦，这世上全是我邓伦惧怕之物。密室大逃脱2在演了这么多次之后，终于夹在姐姐妹妹和弟弟等多档综艺之间上线了。作为已经参加过一季节目的常驻元老，邓伦一进场就自称邓大胆，随身霸总 BGM， 一太看到这一幕都想给他放一首迷魂记。正期待着邓大胆帅气表现的时候，事情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。节目中有一个游戏环节，邓伦和杨幂不敢一个人独自行动，于是2人抱团取暖，没想到正好见证了最高能的一幕。黑暗中出现的红衣女子把邓伦吓得将杨幂拖出1米远，结果嘛，刚播完邓伦就再次因为胆小喜提热搜，他是真的害怕。一进密室就紧张的全程吱哇乱叫，语无伦次，外加连滚带。不仅吓得发型都乱了，还敲盆一路尖叫，最后把衣服都弄乱了。最惨嘉宾非邓大胆莫属。按说密室大逃脱应该是一档悬疑解密类综艺，但到了邓伦这里却能从他的表现里面收获双倍的快乐。一太看到胆小到跳起来的他，不由自主的就哈出了声，简直看一次笑一次。当然这是对于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而言，对于蜜桃的现场嘉宾来说，可能就不是好笑这么简单了。毕竟本来节目组给营造了一个恐怖氛围，大家本就提心吊胆的，忽然有个朋友在旁边一惊一乍的瑟缩了起来，就感觉更恐怖了。连大张伟都忍不住吐槽他，这节目就因为你恐怖了6倍。更可怜的是年纪最小的黄明昊，不仅一直被哥哥姐姐推到队伍最前面去，还要抱紧邓伦给他力量，简直是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所有人。虽然是病娇性格，但是他玩起游戏有智商情商超高，前一秒被吓得连滚带爬，下一秒就上线解谜，解完再接着尖叫。说到这儿，邓伦成功的勾起了一太的好奇心，在这个万千世界里，邓大胆到底活得有多不容易？毕竟害怕的东西从无声的到有声的，从实实在在的到莫须有的，不夸张，每一天都在瑟瑟发抖中求生存。比如怕蛇，怕突然飞出来的蝴蝶，怕鸡，怕到上桌，怕泥鳅吓成一只尖叫公鸡，是带语音的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泥鳅，怕到哪种地步？路极巧，服务员刚说泥鳅，立刻缩成一团。一个见啥怕啥的人，又是何苦要去明侦、蜜桃这种专注于制造恐怖氛围的节目呢？当然是有原因的啦。我们知道，在一个综艺里，可能你智慧满满，但是可能并不讨喜。如果你故意卖蠢，又会惹来非议。但是邓伦这个捣蛋鬼，把各大综艺闹得个翻天覆地，却实打实的受欢迎，在圈粉。在参加充满着狡猾的哥哥们的极限挑战时，弹幕满屏的夸赞、入坑、可爱、聪明、帅气，各种彩虹屁。可他最吸引一太的，你一定想不到，那就是撒娇。没错，要知道邓伦身高185，可他撒娇起来，我心都化了。当时他们正处于游戏比赛的环节，而且邓伦和小月月发生碰撞之后，居然亲了一下对方的脸颊，并且非常温柔地劝他不要生气了，怎么可以这么自然？不过这还没完，在吧唧完一口小月月之后，这颗巨型甜豆又抱着大头哥雷佳音胳膊，这哥怕不是个撒娇精吧？我柠檬了。没办法呀，长得帅，性格好，还有梗，更能适合不同的类型和场合，各大综艺简直捡到宝了。新武力大会跳了一圈，又去跨界歌王唱了几首歌，以为再没什么能惊到我了，谁知他上综艺带了6个孩子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讲故事有喂吃饭，是一太想要的那种老公。夸完邓大胆，接下来一太想严肃谈谈作为演员的邓伦。谁还记得香蜜沉沉烬如霜刷爆荧幕的那个夏天？
邓伦饰演的旭凤又霸气又软萌又虐心，快失去紧密时先面对敌人凶狠，转头面对爱人温柔，一个瞬间我惊了2次才发现真会演啊，哭得隐忍而心酸，眼圈红红的像上了眼影，特别有感觉。果不其然，那年邓伦火了。在此之前，邓伦是石糊过的，现在很多人都把他的爆红解释为家里背景太强，有后台什么的。问题是邓伦可不是一出场就资源好到爆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上面这张图，一群人的电视剧怎么就好像只有邓伦不配拥有姓名，就像是有后台。他曾在采访中说到，我应该大概是一年多没有拍戏。当接到一支广告的时候就开心的不行，因为有钱了。而那个时候他接一支广告不过才1500块钱，当时他的境遇肯定比郝泽宇强不少。以他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应该是白鹿原和《欢乐颂2》，据说为了白鹿原这个角色他试了不下30遍戏才争取到。《欢乐颂2》时期的邓伦也不突出，比起小鲜肉他长得没有那么帅，比起老戏骨他的演技不够那么突出，但这些劣势在后来渐渐变成了他的优势。比起老戏骨，他颜值更能打一些，放小鲜肉里他的演技是拔尖的。他幸运的转折点自然是《香蜜》这部剧，本来是来救场，当时很多人看见剧名就觉得掀不起什么大水花，结果这部剧播出完毕后，很多人就发现了，原来娱乐圈还有这样一个演技好、样子也还可以的演员。更重要的是，还是少有的能把古代霸总角色演得不让人讨厌的演员。老天爷给邓伦抛来的这个媚眼，他一下子就接住了。说到底，演员到底是个瓷器活，要的是技术，而邓伦是真的有那把金刚钻，当然还有真实的努力。邓伦曾经在采访中说到，自己曾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，后面加了半句就实在扛不住了。这后半句或许比前半句更重要。自称努力的演员有不少，但邓伦的优点在于他不装。所以这一次不装的邓伦人设也没崩，但他红的也不是没有隐患。比如新剧宣传，他发了一篇小作文做官宣，结果并没有几个圈内好友转发，大家就说邓伦怎么人缘这么差。有人说因为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基本上全都放在演戏上了，再加上对朋友的要求也不低，选择了不轻易交友。所以他虽然上过不少项目，但结束后也不和人家联系，私下里也没有交流，所以在圈内并没有左右逢源的感觉。但邓伦是不是没有朋友呢？也不是。有一期熟悉的味道邀请的嘉宾是邓伦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一般来说是每期节目邀请的嘉宾去寻找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，可以是亲人，可以是朋友，然后嘉宾会在节目中用一道熟悉的菜来感恩。结果邓伦一口气找了10个人，都是他的中学同学，而且是全素人。比如他之前穿着纱纱裙当伴郎的那位新郎兄弟，还有被粉丝嫉妒很久的，从出道起就一直陪在邓伦身边的他的助理恭贺。娱乐圈一出名就急忙删掉曾经朋友联系方式的人见多了，像邓伦这样不但承包伴郎，还带着朋友们上节目的实在不多见。看他一路打上来，就觉得他的上位之路简直不要太朴实。他自己总结到，为什么最近演啥都火，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，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你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了，观众们自然会看见你的演技。实际情况似乎就这么简单，演员好用，演技好使，观众缘一不错，流量和收视都有基本保障，好资源为什么不找他呀？演艺圈的确如此，时运很重要。比起许多还在困境里等着翻盘的好演员，他是被老天爷厚爱的那个。但他自己的坚持也很重要，他就这么从18线演起，坚持、努力、崩溃、重建，攻的是作品和态度。在一个流量时代，他并不算是靠颜值脱颖而出的，反倒是留下了一些质量还不错的荧幕形象。尽管离经典还远，但放到当下和同行比起来，已经非常能打。所以演艺圈就是这样，并不存在什么爽文里的逆袭大男主，火不火的，个人自有个人的福分。踏踏实实提升演技，又赶上了运气，反倒可能从18线逆袭。手里有作品，红了之后接着好好工作，反而更容易收获大家的认同和理解。
路人缘好的秘诀就是不要折腾，踏实演戏，观众看得到。仪态说句实话，这2年邓伦因为综艺圈了不少粉，可也因为这样，我觉得他的路线有点歪了。如果综艺成为一个演员职业的主流，是否会过度分散他的演艺魅力？当然，综艺也没什么不好，综艺是扩大观众群体、打造明星人设性格的重要一环。但太执着于综艺感，对上升期的演员来说未必全是好事儿。举个例子，李现在去年大爆火，但他上过的综艺基本没有。也许他也明白，过多的曝光对名气也好，表演也好，都有一定的损耗。不过以他转头看到邓伦的脸，罢了罢了，他开心就好。毕竟我还想看到他被吓得活蹦乱跳的，太下饭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